林蔚也是智胜在一开始 pick 的实习生啊。到你了吗？哦，下一位是你。救命！能紧张吗？哦，晕过去了呀！别晕，别晕。你坐咋坐？你们当时我这样做的，这样做的。这样你们看会奇怪吗？我觉得会有一点哎，好像会有一点拧着，会有点拧着，那就这样啊，这样会好一点。然后你可以手放到这里，这样好看，这样好看。谢谢两位专业的意见。哎呦，怎么舒服怎么来。I got， 加油，准备。Oh my god， 我们现在要跳出来了。没事，加油。没事，你放轻松，正常的聊天说话就行。OK。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我是主持人杨小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深蓝客厅，这里是学经济的会讲故事的姐姐，经济学女孩。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知名记者、主持人。老师好。下面是你吗？对，我要见张。加油！啊，谢谢老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林蔚。走吧。紧张？没事，依依，完全放轻松，不要紧张。然后这边是一个时间条，到时候你在那儿采访的时候，导播会在耳机里告诉你时间进度，你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大概的时间。好的。老师们好。我要在哪里戴帽子？老师好，叶老师，这是再跟老师握个手，很喜欢你。谢谢。谢谢，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开始采访。好，那你先上去吧。好，坐一台阶。这个女孩很高，我刚才碰到她，她显得小，对，她瘦，她小小的，比较瘦，骨架小。哎，这个女孩近看很好看，她又属于一朵雏菊，就淡淡的。我对她抱有期望。我也是，我也是。加油！严凌蔚，你耳机听得到吗？你可以说几句，我们试一下声音。易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叫杨凌蔚。哦，羚羊的羚，蔚蓝色的蔚。杨凌蔚，对，挺好。试声音的时候顺手把那个对环节也推进了，破冰破了。你这边这个头发捋一下。这样吗 ？OK， 好。谢谢老师。咱们的嘉宾都好好啊。好，5、4、3、2、1，好，说话。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一间最会讲故事的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杨凌蔚。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知名主持人还有演员易立竞老师来到我们的会客厅。演员，易老师演过戏吗？我还真不知道。他说主持人吗？他说演员，演员，还有演员，应该是不是做过功课啊？没有，我觉得就是一时紧张。口误啊！易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见到您，您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立竞，但是演员这个身份可能，哎，捕捉到了。我倒是偶尔客串过，但是还算不上演员。挺好。今天呢，其实我们主要的一个主题是有关主持人，还有就是衍生的相关自己热爱的职业这样的一个话题，想要跟您来聊一聊。因为您作为主持人之前，其实我了解到是从事了很长时间的记者，还有主笔的工作。那当时选择记者这个工作，您是自己本身就特别热爱，还是一些机缘巧合的机会呢？机缘巧合。您能跟我们展开分享一下吗？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在做记者之前，我做过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我开过服装店，哇，我卖过涂料。我做过很多，就是你们可能大家都觉得跟我后来做记者这个行业完全不搭嘎的一些职业，然后一个偶然的一个机缘，然后进入到了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我在想说，这才是我要寻找的，我想要做的事情。明白。那想问一下，在这个转型的期间，您觉得会有一些难点吗？就是从记者转型到主持人来说，相对于我以前做记者的话，我只是记者型主持人。
我只是转换了，就是说有镜头面对我。对对，所以那会儿的难点的话，就是我怎么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能够自如一些。会有一点点紧张吗？当时在转的时候。开场聊得还不错，他已经想办法去追问细节了。不是紧张，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是顺势而为的就出现在了镜头前。然后坐下来感觉还挺不错的，就后面逐渐的。是因为后来的时代在慢慢变化，就是电视媒体或者视频，它成为一种大势。对，所以我就顺势而为了。对，其实像您的风格，我们了解下来，感觉是一直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直面对我们的受访人。那这样的一种方式，您当时就是怎么样摸索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吗？简单的方式指的是什么？就是比较直接。坏了。因为我是传统媒体出来的，我们做记者的话，就是你只提有效问题。对，记者的话不需要婉转。所谓现在经常提到的高情商这件事的话，它不是记者要考虑的问题。明白。就是你需要追求的是呈现被采访者的一个作为人一个个体的一个复杂性。如果你作为新闻的话，你需要呈现的是无限的接近真相。作为主持人，是不是应该让每一个受访者，或者是我们每一个观众，都感受到如沐春风，感受到特别的舒适？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还是您觉得其实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舒适，并不是作为一个好主持人的唯一标准？我在想说，主持人的话分很多不同种，因为我只能说我自己，我是记者型主持人。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提出问题，我们不是要跟被采访者做朋友，然后我们是要微微的挑战对方。对，这个就是我其实刚刚想表达的点。我们不是为了让他舒适，我们应该相信对方的智商。可能有一些节目的主持人是需要让整个场或者怎么样如沐春风，或者在场所有人如沐春风，他是不同的主持人，因为主持人分不同种。了解。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会认为，如果我问的不够高端的话，可能对方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提问者，甚至带给对方一点刺痛感，让对方觉得好像被冒犯的感觉。那您有没有想过，或许这种方式会不会有一些些的风险，或者是如果跟您采访的这样一位受访人，那或许在问到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情绪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波动，就是您会在意受访人的情绪吗？是这样的，记者的话，高效和有效，并不妨碍你同时要照顾被访者的情绪，因为采访这件事，比如说我们此刻坐下来，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是的，这个完成的话是，你是提问者，我是回答者，必须要两个人共同完成，所以你必须要照顾到对方的情绪。就包括比如说，我现在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需要照顾一些你的情绪。他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完成，因为我们一起答应的这个工作。对，所以他不能够说是，你，比如说，Oh my god！ 我们是还继续吗？哇，这种临场突发的情况对新人也对，新人巨大。新人是这个场的主人，所以他其实是要去控的。他要拍板，这个声音到底杂音影不影响刚才的录制？刚才那边问题需不需要再来一条？老师可以帮忙调一下外面的环境吗？他有在努力。那个让稍微保持一下安静，谢谢。
楼下已经打过招呼了，可以继续啊。叶老师，您看现在可以吗？可以。信任这个东西，其实在提问的过程中，因为人和人都有气场，就是我们能感受到对方微妙的，比如说恶意或善意。对，如果我是带着一个恶意说去挖坑，你用再美好的言辞去包装这个问题，对方也会感受到，他也会抗拒。当你是追问一件事情，而不是想要带着一个偷窥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建立安全感，会建立信任。它是需要你去感受，它其实这个手感是需要慢慢去触摸，千锤百炼出来的。他就是欠缺经验，然后问题都很虚。关键是伊丽静在这个阶段，他一直在讲，我不太习惯跟别人分享他的人生，所以他等着别人跟他探讨我怎么样做主持人，怎么样提问。现在当今社会，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也好，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好，大家其实都很想要努力去寻找到您说的这种热爱又为之这个沉迷的工作。那我们如何能够去找到呢？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多人没有去找到的。找到自己热爱的职业这件事儿确实挺难的，有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的路径就是靠走量，因为我在做记者之前，工作过6年，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但是每一个职业的话，我都觉得说，哦，就是这样，不过如此。直到我做了记者这个行业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对，还有这样的一种职业。明白。走量这个，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你确实是可以去快速的甄别或者是甄选，自己这个不同的赛道适不适合自己。但是这个会不会有一个沉没成本或者是试错成本的问题呢？咱们的这种尝试，您觉得跟年龄会有关吗？进入到他非常熟悉的领域，谈到沉没成本、试错成本，他明显非常自如，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很好，他找到一个点。对啊，问一个前辈主持人，我想从你那儿得到获取一些信息、一些经验，我听出来了。慢慢接触到他想要的东西了。我个人会觉得跟年龄没关系，因为你说他如果在一个行业里已经做了8年、10年的话，这可能是跟性格有关。每个人就看自己的，你在意的得失是什么。比如说，有人会寻求稳定感，他觉得如果出类试错的话，那个安全感可能会太折磨他了，会让他更痛苦的话，那他就是个加减乘除嘛。你算一下自己的取舍得失，你到底要什么？你如果可以承受住无趣，就不存在什么沉没成本之类的。因为出来之后试错的话，那他就是冒风险的，你可能就是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儿，下一个月的薪水谁开，或者说我在这儿的话做几天，我可能就是不开心，然后我就又跳槽。明白您的意思，尊重自己的选择，然后跟着自己的心去出发。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们也有一档节目叫《令人心动的 offer》正在录制当中，有一些非常稚嫩的、崭新的主持新生的面庞。那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喜欢您的这个主持大前辈，您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些主持新生吗？感觉后边真的是渐入佳境的事。我觉得就是看看你走的路是不是你热爱的，你热爱的路，你不要光看到它光鲜亮丽的一面，你还要知道它背后光亮之后有什么。如果这2方面你都能接受，那你就过好每一天，每一个当下，往前走，别再环顾四周。我还是有一些就超乎我的预期。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访谈内容也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我们易老师的时间可以参加我们这次的会客厅。如果大家还喜欢继续有新的内容的话呢，也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听喽。拜拜，谢谢易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客气了，稍微有点紧张，不好意思。我看出来没关系，刚开始的话都会有紧张，脸上汗都出来了。对不对？拿张纸擦擦汗吧。作为新人很不错了，很不错啊，而且是跨专业啊，跨界。有的时候我们会从被采访对象的状态来判断这场采访成不成功。被
被采访对象最差的状态是抗拒的，然后其次差的是困扰。迷茫。对，他只要愿意跟你聊，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是的。怎么办？现在是不是整场垮掉？挺好的，我觉得好尴尬。说实话，一点不怯，就是很厉害的事情了。就是好尬呀！就是我在想，是不是是我提出问题有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我选的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没有太那个。没有很好，我觉得有碰撞才会有亮点看头。我觉得整体挺好的。它结束了，去看一下。对，我把汗把头发湿完了，他给我满头大汗，巨尴尬。对，太热了那个地方，就是很热。可能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就是到最后压力会比较大。我觉得没有特别轻松。就我的妈呀！没事儿，结束了，完成了。